我快死了。像一颗星星飘落在城市中，若有一也是真的。实现我的愿望。家里乱成一团，最后还是周淮安收拾残局。你要懂事。你周叔叔不喜欢吵闹，平时没事别出自己的房间，吃饭不要吧唧嘴，走路不要拖着脚，还有，别听你父亲晦气。走吧。记住了吗？我爸好赌又欠债，若不是上一世妹妹抢着跟了妈妈，把我留给他，我也不是很想提起他。只是后来他戒了赌，家里又赶上拆迁，从此他对我千娇万宠，而妹妹听说被富商继父冷暴力对待，抑郁成疾。这一世，妹妹也重来了，抢着选了爸爸。爸爸，我可舍不得你，就让姐姐跟着妈妈享福去吧。还是你乖。滚吧滚吧，去找你那个前平爱妃的妈，滚！拜拜。孟玉只知道爸爸后来有钱了，却不知道上一世，爸爸能戒赌，是我用命换来的。就这样吧，重来一世，我只想找个晒得到太阳的屋子，安度余生。记得叫叔叔。这是我的继父周淮安，他长得不像是会逼死孟玉的人。回来了，回来了。淮安，这是静瑶。瑶瑶，叫周叔叔。周叔叔好。今天刚换的地毯。楼上走拐第一间是客房。好，你别惹他生气，这个家就能待下去。进来吧，就这间。我想换个房间。刚来你就挑三拣四的，这房间不比你爸那间狗窝强100倍。没有，只是这房间朝北，我怕冷。我想住个朝南的房间，哪怕小一点也没事。脑瘤带来的体温调节失衡，让我时刻处于冰窖中。
只有阳光能让我稍微舒服一点。冷，开空调不就好了吗？那朝南的房间是你周叔叔的书房，还有一间是杂物间。我可以住杂物间。你是不是有病啊？好好的客房不住，要住杂物间，你是不是故意想让你周叔叔觉得我虐待你啊？我真的只是想有阳光而已。你吵什么呢？淮安，孩子不懂事儿，我这就教训他。你想住哪儿啊？我想住朝南的房间。那个房间放的都是旧家具。没关系，有阳光就行。你想住哪儿住哪儿吧，不要在家里大吵大叫的。你就作吧你，好好的客房不住，非要住杂物间，这传出去我脸往哪搁？房间在那边，自己去。去。我在周家住下来了，我常常搬把椅子坐在太阳下，一晒就是大半天，像个行将就木的老人。梦里又是那个我。周淮安有时候会路过，看到我在晒太阳，他会停顿一下，但从不说话。他的眼神很奇怪，像是在看同类。我们又怎么会是同类呢？而是个时日无多的人了。生命那条河，破碎的水波，无处可闪躲，曾藏起脆弱，手却被紧握。天边的烟火，有希望在闪烁。吃饭啦！淮安，你尝尝这个汤，我特意为你煲的。你最近啊都瘦了，吃饭。谁让你吃饭拿手机的？没规矩，挂了。赶紧接吧，吵得很。喂，你是把家的存折拿走了？什么存折？他说家里有个存折不见了，肯定是你偷走的，那里面还有5000块钱呢。那是我刷盘子赚的钱。你赚的不也是家里的？我跟你说啊，爸爸现在连买烟的钱都没了，正在发脾气了，赶紧把钱给我。没良心的东西，当初就不该生你。那是我给自己攒的医药费，我不会给你的。医药费？你能有什么病啊？还孟静瑶，你真把自己当林黛玉了？我跟你说，你要是不把钱给我转过来，我就去你学校闹。我说你不管青天死活，你就等着丢脸吧你！孟玉，你自己选择的路，哭着要走了，别来烦我。没用的东西，都是白眼啊！滚！
流鼻血了？上火而已，经常吗？偶尔。猜猜。驱散黑夜要多少勇气？睁开眼睛，谢谢。迷失的过去。怎么不去医院看一看？张开双臂，不去，等待我老毛病而已。流言蜚语，喧嚣都安静。孟静瑶，曾有过至暗时刻孤独，在这个家里，跌入深不用说的这么小心。我会收拾能不能是你的有你陪着我前行。战斗吧，骨血刻入荆棘，心未坚，劈开了绝境。冲锋吧，和你有不舒服的你就说，死撑着，分家。松木香还带着一股死味。周淮安有秘密，我知道。给你周叔叔送过去。维生素的瓶子装着专门给癌症晚期病人用的镇痛药。这一招我也用过，骗别人也骗自己。我高高在上的继父，被孟玉称为冷血怪物的男人，也和我一样在独自忍受着地狱般的折磨。醒了，过来。周叔叔，会下棋吗？会一点。陪我下2把。谢谢。开门。他在忍痛。
枕头下面那张诊断书，打算瞒到什么时候？你翻了我东西，是你自己没藏好。脑瘤晚期，随时会死。为什么不治？没钱，也不想治，不如早点解脱。我书房里那瓶药，看到了吧？嗯，看到了。我也是个将死之人。今天你妈妈失误的话，肯定会被吓死。她一直以为我是一个健康的提款机。放心吧，我不会说的。我先走了。如果不舒服的话就说，房间里的药可以吃，别硬扛。谢谢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我的头发掉得厉害，我戴顶针织帽遮丑。周淮安的病情也在恶化，我们像两个住在同一屋檐下的鬼魂，互相掩护，互相守望。在屋子里戴什么帽子？像坐月子似的。我冷。摘了，看着晦气。摘了，看着晦气。好了，他喜欢戴就让他戴。喂，借钱？又借钱？上次不是给你2万吗？那2万爸都输光了。妈，你救救爸爸吧！那天说要是还不上钱，就要把爸爸的手剁了。爸爸把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卖了，他还说要把我的手机也拿去卖掉。蒙上人还是不是人了？我吃不下了，先回房晒太阳了。妈，你就跟姐姐说，让她求求周叔叔救救我吧。你好心情看书，你妹妹都快被人逼死了。那是他自找的。你怎么这么冷血啊？那是你亲妹妹，你亲爸。
你去求求周叔叔，让他借点钱，不多，就5万。我不会去找他的。谁让你打他的？淮安，你怎么来了5万块我给了。真的啊？谢谢淮安。这么个清静，陪我下2盘棋。有时候给钱不是帮人，是送他们上路。你爸把房子卖了，卖了。输红了眼，想翻盘，结果全输了。你想不想去看看？不去，那是他们的因果。你倒是看得开。不是看得开，是没力气恨了。恨一个人太累了，我现在连呼吸都觉得很难。该你了。醒了。怎么没送我去医院？你不想让你妈妈知道的，对吧？谢谢。不用谢。我的私人医生刚刚走，情况很不好。肿瘤压迫神经，可能会失明，颅内高压会越来越痛。我还有多久？如果不干预的话，随时可以。挺好的，比我想象的快。吴金瑶，你才19岁19岁怎么了？有的人到90岁还是行尸走肉的。我不活了！那又来了。你躺着吧，我下去看看。我也去。我想看看。我想看看这一世的梦魇被现实毒打成了什么样。那个杀剑刀的怎么给你打成这样啊？你满意了吧？看着我被爸爸打死，你却躲在这里享福，你的心怎么这么黑啊你？我逼你选爸爸吗？不是你自己抢着要的吗？你说要把好日子留给我，
现在我接住了。哎，没事，没事。都怪你，都是你抢了我的运气。明明上一辈子你是跟着爸爸享福的，为什么这一次不一样了？你说什么？什么上一世？妈，我是重生的，他也是重生的。上一世，爸爸不仅戒了赌，还拆迁了，成了千万富翁，而我被这个人奇奇怪怪的行为逼得抑郁而终，所以这一世我选了爸爸。为什么不一样啊？不哭了，不哭。一定是他搞的鬼！他知道爸爸这一世不会变好，所以他故意把爸爸让给我。他想害死我，妈，他要害死我！不哭了，傻丫头，你是不是被打傻了？不是，怎么这样说话呀？都是他！孟玉，你真的以为爸爸是自己戒毒的？那不然呢？我是用我自己的命换的。上一世在去化工厂打工之前，我就查出了脑瘤晚期，可我没钱治病，为了帮他还债，我每天在流水线上干10几个小时，累到吐血也不停。直到那天，我在他面前累得大口吐血，差点死掉，这才把他吓醒了。瑶瑶，你怎么了？瑶瑶，我时日无多了，以前的钱我已经帮你还了，你答应我不要再赌了，好不好？瑶瑶，瑶瑶。一个一个走过，一个一个错过，一步一步迈过，一次一次复活，一声一声笑着。我是用自己的命才换回他的良知，他这才戒赌，守着老房子，幸运等到了拆迁。可这一世没有我拼命给他还债，他赌红了眼，卖掉了老房子。你还哪里有好日子可以过？不可能！骗你骗我！信不信由你。孟玉，这世上哪有什么天上掉馅饼？命运中一切的规则，早就在暗中标好了价格。你选择了爸爸，也抢走了那份苦难。这本来就是你应该受的。瑶瑶，你在说什么胡话呀？什么上一世，什么脑瘤，什么时日无多呀？妈，孟玉说的上一世是真的。我快死了。像一颗星星飘落在城市中，若有一也是真的。实现我的愿望。
家里乱成一团，最后还是周淮安收拾残局。瑶瑶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妈错了，妈真的错了。别哭了，越吵我头就疼。姐，真的是拿命换的。淮安，医生怎么说？需要立刻住院治疗，虽然治愈的机会不大，但至少不会痛苦。得治，一定得治。得治。淮安，好，我求求你，这干什么？来，求求你了。好了，放心吧，我会的。我知道他在演戏。瑶瑶，周叔叔说了，他答应我了，咱们一定会好的啊。为了安抚妈妈，也为了走得体面点，我放弃戳穿他的谎言了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住进了最好的单人病房。妈妈每天守着我，给我擦身、喂饭，讲小时候的故事。她在试图弥补亏欠，可惜太晚了。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昏睡，偶尔醒来会看到周淮安坐在角落里看书。孟月有时候也会来，她不敢靠近我，只敢远远地看着，眼神里充满了愧疚。这2天他状态怎么样啊？现在病情挺稳定的，记得多活动活动。好。今天阳光不错啊，出去透透气。我来，我推你去。你妈妈最近瘦了好多呀。早干嘛去了？人总是在失去后才懂得珍惜。医生说我也快了。那我们在下面讲。下面还一起下棋。瑶瑶，瑶瑶，我可算找到你了。哎，站这儿说。瑶瑶，爸知道你们现在有钱了，你就给爸一点钱吧，啊，哪怕几百块也好啊。这就是我上一世用命去爱的父亲，这就是这一世梦与强之要的好爸爸。爸，嘿嘿，闺女儿，给钱吧。脑瘤晚期，我给你，你要不要？你来干什么？怎么还有脸了？你怎么还有脸了？哎，行行，你们2个，我不要就是了嘛。瑶瑶，这，我走。这杯奶茶本来是买给你嫂子的，我再去买一杯。我累了，回去吧。我有话要对我妈，还有你说。菩萨保佑我的女儿顺利健康，一切平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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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刘亚，我别念了，我猜要是能听到，
就不用遭这些罪了。妈，我想吃你做的糖醋排骨。行，俺这就回去给你做啊。环安，你帮我照顾一下瑶瑶，我一会儿给你们送饭来啊。最后一次答应我，别再惦记。感谢你为我送行。你把他打发走了，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周叔叔，再继续，对不起，离开你，我做了最后的努力。放弃吧，对，我不想吃了。再来看看。是国外来的。好了，有什么不懂的，我可以给你解释解释。那你之前为什么不说？作为临床志愿者，不代表就有胜路，成功的概率一定比心理更低，过程中的体验肯定更加的生不如死。我认定你想安度余生，体面的离开，对吗？那现在呢？现在又有什么改变主意？体面的离开也是离开，坚强的活着也是活着。我想我们可以尽量的晚一点离开。那你呢？宋教授的海外志愿者招募只有1名，你有见他活着的办法吗？会有的。我能相信你吗？这些剧里不都是这样演的？把生的机会让给队友，然后自己默默牺牲掉了。你不倒下，我绝不会投降。你愿意相信你这样好，绝不投降。瑶瑶，妈给你做的糖醋排骨，特意多给你放了糖。哎，人呢？都出去了吗？护士，我女儿呢？我女儿瑶瑶呢？42床去世了，刚刚才被推走。我的葬礼办得很简单，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，只有妈妈、周叔叔和孟玉，爸爸没来，听说是因为偷东西被人打断了腿，进了监狱。妈妈一夜白头，哭声中充满了悔恨和绝望。这一刻，我看到了上一世的自己，在工地忙碌，在阳光里奔跑，一切都结束了，一切也将重新开始。你姐姐说让你离开这里，重新开始。有什么事情给你妈妈打电话吧。
先回吧。因为忍受着他的负担，你说别追，绝不投降。有依依不舍，所以生命的它苦涩如何？成为临床志愿者意味着两件事：要么活，要么更快的死。我明白的。而且生跟死的概率是不相等的，完全康复的概率只有不到10%，死亡的概率却高达70%。那是在20%呢？生不如死，在治疗的过程中会出现难以预计的并发症，失明、瘫痪，甚至失忆。你会忘记所有的过去，成为一个没有记忆的人。那也挺好的。如果你考虑好了，就在这个知情同意书上签字。不可逆损伤，高致死率，未知风险。哦，对了，在这里留下紧急联络人的方式，如果出现意外情况，我们能第一时间找到你。从这一刻起，我不再只是快死的人，我是一名志愿者，也是一名赌徒，赌我能从死神手里讨回这条命。我可以不填吗？抱歉。喂，周叔叔。见到医生了。都说清楚了，风险、后果、可能出现的情况，全都说清楚了。害怕吗？你知道，我最喜欢阳光，因为阳光能让我短暂的忘记疼痛。可是刚才我才发现，原来阳光也能照出人的胆气。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我不反悔。周叔叔，我很快要进手术室了，我可以留下你的电话号码作为紧急联系人吗？我不想再打扰我妈妈和妹妹。你的妈妈跟我提了离婚，她什么都没有带走，只带走了梦雨。她说这里的冬天太冷了，想去暖和一点的南方。临走之前，梦雨去了一趟监狱，告诉了你爸你的死讯。那也挺好的。周叔叔，你也要好好的。尽量。曾一起走过生命那条河，破碎的水波，我准备好了，无处可闪躲，曾藏起脆弱。我从不相信奇迹，但这是我唯一的路。如果这就是终点，至少是我自己走到这里的。如果不是，我期待着我新生命的到来。你看，放晴了。
宋医生好。静瑶，来，欢迎进。谢谢。今年毕业了？是啊，5年了，终于顺利毕业了。今天我是来跟您当面道声谢的。这是我应该做的。你能手术成功，完全是命运的眷顾。会下棋，要不要切磋一局？不了，我下棋总会感到头晕。应该是手术后的正常反应。可有意思的是，我平常并不会感到头晕，唯独在和棋有关的时候。没记错的话，他也爱下棋，应该是触碰到跟他有关的记忆了，算是一种创伤性的应激反应。他是谁？你真正应该感激的人。治好我的病、资助我上学的人，不是您吗？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，其余一切的资助人都不是我，我只是受人之托。那委托您的那个人，他是谁？他叫周怀安，跟你一样，是脑瘤晚期。3年后，有一个女孩作为临床试验者飞过去找你治疗，全部的费用由我支出。你需要告诉我会出现几种结果。目前来看，实验失败的概率为70%，成功的概率不到10%。那剩下20%呢？活着、失明、瘫痪，甚至失忆。如果失败了，把他的骨灰撒在加州的海里，那里的水温高，暖和。如果成功了，再找一所最好的大学，用我名下那笔教育基金支付所有的费用，全部都是我做的。我可以接受你的请求，只是怀安，我冒昧的问一句，这个女孩究竟是你什么人？你为什么把这仅有一次的生存机会留给她？你为什么要为她做这么多呢？他是怎么回答的？她的原话是非亲非故，但是她很清醒，也很勇敢，值得为她下一次长期的注目。周怀安，他在哪？我能去找他吗？你手术后不久，我就告诉他手术成功了，他给我发了一条信息，说是一切按计划办。从那之后，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了。他如果你想见他，我为你订一张回国的机票。好。小玉啊，你快点儿！哎，少点什么东西啊？哎呀妈！我跟你说多少次了，别放这么多芝麻，姐不爱吃。哎，你瞧我这记性，我下次肯定记住。每次都说记住，每次都记不住，这都5年了。是啊，这时间过得可真快，好5年过去了。妈，昨晚我梦到姐姐了，梦里她好漂亮，好阳光，她对着我笑啊笑。我说姐姐对不起，我好想你。她摸摸我的头，她说没关系，我们总会再见。你姐在天有灵，知道你想的，给你托梦。我还是不敢相信，姐姐居然就那么走了，她还那么年轻，
只要我们一直记着他，他就会在我们身边的。收拾好了吗？你去看。姐，你最喜欢的少冰3分甜，妈妈今天做了糖醋排骨，也挺成功的，你尝尝。瑶瑶，妈，你们是在叫我吗？你们是在给我扫墓吗？姐，瑶瑶，你还活着？我以前很爱吃甜食吗？你最爱吃的糖醋排骨还有奶茶，都是甜的。原来我以前很爱吃甜食。姐，你尝尝。别胡闹，这不吉利，不吉利。挺好喝的。活着就好，活着就好，活着就好，活着就好。我想你。瑶瑶，这是你的房间。这是我以前用过的。这是你病重的时候用的，后来我就一直放在这儿了。这边朝南，能看得到太阳，很暖和，一点儿都不冷。姐，到底发生什么了？你好像什么都不记得了。5年前，我作为临床志愿者，参加了宋医生的脑瘤实验治疗，手术成功的概率很低，但如果不是，我必死无疑。所以，我上了手术台。很幸运，我活下来了。不幸的是，留下了一点后遗症。难道是失业？姐姐一点儿都想不起来了吗？医生说是选择性失忆，可能和情绪创伤有关。我的潜意识想摆脱过去的记忆，重新开始。太苦了，孩子，前半生太苦了。忘了也好，不是什么坏事。可是你们怎么又哭了？因为我以前对你哭了。那后来呢？治好病以后，姐姐在国外过得怎么样？挺好的，学校不错，天气也很好，而且每天都有阳光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刚开始挺辛苦的，语言、课程、生活都得重新开始。可奇怪的是，这些事情好像都在有条不紊地前进着，就好像有人帮我把路都铺好了，我是被托举着完成学业的。姐姐真厉害，都能拿到外国大学的文凭。瑶瑶，那你这次回来怎么打算的？是要留在国内，
还是要到国外发展啊？我打算先在国内待一阵子，有些东西我想找回来。不好了，我们两个居住在一起，以后你有什么事儿，我都陪你。对，以后啊，我们一家人终于团圆了。不哭了，不哭了啊！对了，姐姐，你刚才说要找东西，是什么很宝贵的东西吗？周淮安，这个人你们认识吗？他是很重要的人吗？也不重要。姐姐怎么突然提起他了？瑶瑶，这时间都过去了，我们现在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不重要，没关系。那他为什么要资助我治病上学？你是说，这些年都是他资助的你？宋医生告诉我，周淮安是我的资助人，可是关于他的记忆，我全都已经不记得了。我想知道我之前都发生了什么，周淮安他为什么要资助我？我想当面感谢他。宋医生只说他是资助你的人，没说别的。其实周哎，时间不早了，你们是不是都饿了呀？给你做点吃的啊！等我。你知道些什么？姐，你先坐会儿，我去给妈帮忙。好。忘了就别想起来了，那太苦了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过去陪你姐啊。你是不是不想告诉姐姐？想告诉她什么？你不想告诉她，周叔叔以前和我们是一家人。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，有什么好说的？可姐姐问了，姐姐在意。她知道那是资助她的人就够了。姐姐有权利知道全部的真相，而不是被我们刻意隐瞒后的部分真相。现在过的日子很安稳，你姐又活过来了，为什么要把以前的事要翻出来重提呢？让她再痛苦一次？姐姐说了，她想知道事以前的全部真相。那些事忘了最好。妈，你是不是害怕？你害怕告诉姐姐周叔叔的事情之后，她会想起以前的事，会怪我们，会离开我们，对吗？妈，我是怕她知道以后会觉得我曾经是那么糟糕的母亲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有一天姐姐自己发现我们明明知道却不告诉她，那样她就真的不会回头了。我们已经失去过她一次了，这一次我们不能再打着为她好的名义去替她做决定。她想知道什么，我就告诉她；她想要做什么，我们就尽全力去帮她。我相信我们这一次不会失去她的。好，走吧。瑶瑶，关于周淮安的事儿，你有权知道。我和你爸爸离婚后，改嫁周淮安。不久后，我带着你住进了周家。你的葬礼结束后，我心灰意冷，又内心愧疚，和他离了婚，带着梦玉离开了这里。那时我还不知道，原来他和你一样得了脑癌。直到他的管家带了一笔钱来找我，我不肯要。
除了梦以外那些老地方，我再也没见过你笑的景象。人潮来往，流言纷扬，只能将原谅写在故事中唱。付出的手上的这是我的继父周怀安。你想走哪儿？他的眼神很奇怪，像是在看图。你这头下来没找诊断书，打算等到什么时候？那你呢？宋教授的海外志愿者招募只有1年，你有艰难活着的办法吗？那你呢？你有艰难活着的办法吗？孟小姐，你醒了。你是周才的管家。孟小姐，你连我都想起来了，想必也记得先生吧？他还好吗？孟小姐放心，先生早就料到孟小姐会来到周家，也猜到孟小姐会会不济，故而命我留在周家，整整守了5年。他没死，还活着，对吗？孟小姐，请随我来。手术成功，学成归来，找回记忆。谢谢，谢谢你给我写的剧本。绝不投降，我做到了。现在该轮到你了。他还有机会吗？50-50，看病。比我当年强，那我就放心了。他给我写的剧本，不知道这里结束吧？你怎么知道？他从不卖惨，却故意引我到这里，看到他狼狈的模样。而你，前脚刚送我回国，后脚就跟着来了。说吧，他委托你什么？有时候我真的很难想象，你们只是短短认识几个月。孟景瑶，华安说过，如果你能以优异的成绩毕业，那么他希望你能够继任周氏的总裁职位，在他醒来之前，代为管理周氏。接管周氏？接管周氏？为什么？用他的话说，是为了周氏几百个员工的饭碗。你呀，都是快死的人了，还在担心员工的饭碗。老姚他们密谋这么久，
不就是等我死了之后把周氏卖掉吗？周氏上上下下几百个员工，在现在这个环境里失业的话，怕是生不如死。我以前不想活，我也不想去，但现在情况不同了。是，情况不同了，你还下注了。孟京瑶是个可塑之才，坚韧、聪明。如果他能挺过去，学业归正。想说什么？就能听他。如果他拒绝呢？这件事情很难。以老萧为首的那些人，并不是什么善类。让他当面跟我说。你也不是善类。这是他的原话。当然，你有拒绝的权利，但是你要亲口对淮安说。这都能拒绝，我还是人吗？温景瑶，淮安口中的老萧，他是周氏的财务总监，在淮安并重之际，他协同公司高管，准备拆分公司卖给竞争对手。如果你答应了淮安的请求，那就是断人财路。老萧他绝非善类，至于他会做什么，我们谁都不知道。你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命，可要想清楚。不试一试怎么知道啊？鹿死谁手呢？一个老狐狸算无一策，一个小狐狸野心勃勃。你们真的不会同一路人。松木香，孟总不喜欢这个香水的气味，我这就给他换了。周氏就只有你对周淮安忠心耿耿，我这个代理新总裁才刚上任第1天，竟然只有你一个人接待。孟总，因为周总的病情，财务总监肖灿趁虚而入，和其他高管抱团，底下的员工为了不丢掉饭碗，就只能听他的。周淮安，我大病初愈，你就给我这么个烫手山芋。行了，立即召集所有高管和股东，让我会这个肖灿。是。孟总，要不要我再去催催？催有用的话，他们早来了。肖灿这是要给我下马威。孟总打算怎么办？好办，发个通知，今天缺席会议的高管一律开除。是。你说什么？发吧，一切后果我来承担。你就是空降来的那个总裁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敢乱发通知？就因为我们缺席会议就要开除我们，你知道会对公司造成多大损失吗？我们是业务繁忙，没空陪你过家家，就闹脾气。你以为这里是幼儿园吗？人齐了吗？还差肖总监。孟总毕竟是新任的总裁，你们说话要客气一点。想必这位就是财务部的肖总监了。人齐了，可以开会了。
行，来都来了，那就陪孟总裁开这个会。孟总，开会之前有件事儿需要你解释一下，刚刚那个通知是什么意思？意思不是很清楚了吗？我是总裁，你们是下属，只要我想就能把你们全都开了，不是吗？孟总这是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呀！可是孟总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把我们全开除了，公司会陷入何等局面？是啊，孟总，您是空降来的总裁，您不在乎周氏，那我们可在乎啊。对，我们可不能看你这么瞎折腾。如果周氏垮了，上下几百名员工丢了饭碗，恐怕你是吃不了兜着走。把你们全都开了，的确会让周氏在短期内陷入瘫软。你知道就好。但是我今天初来乍到召集会议，你们却集体缺席会议。我猜你们是想让我无法顺利接管周氏，造成损失，再把这些损失的责任全都扣到我的头上，逼我引咎辞职吧。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。你们想等周华安死，卖了周氏，落袋为安。我是要帮周华安守住周氏，可一切都是基于人情。周氏垮了，我也没有任何损失。我是要帮周华安守住周氏，可一切都是基于人情。周氏垮了，我也没有任何损失。所以你们当下最好的选择是稳住我，哄着我，别逼我把你们全都开了。换你的主意算吧。我也没指望你们会好好的配合我，今天只要老老实实让我接管周氏，如何？孟总年轻，却有如此心境和魄力，叫我佩服。还等什么？配合孟总，熟悉公司，接管周氏。哎，是。那孟总，跟我们走吧。这是我们新的员工办公区，但是还没有投入使用。水吧在这边，平时休息的话，大家都是在这个地方。这个是一个保温箱，如果员工自己带饭的话，然后可以放在这里保温。姐，姐，真是你啊！姐，真的是你啊！孟总是你姐姐。孟总。你不知道吗？周总留下任命书，让孟总从今天开始接管周氏。哎呦呦呦，孟总啊，真是太大公无私了，自己当总裁却不给自己妹妹任何优待，只留在周氏当一个基层员工，很值得我们学习啊！大家说对不对？姐，你来这儿怎么不跟我和妈说一声啊？我不清楚你在周氏，况且事发突然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。孟总啊，这工作交接完了，要不我试验为您接风。这个小孟妹妹，我叫孟玉，孟玉也一起去。不了，工作为先。况且如你所说，我确实大公无私，我不会因为孟玉是我的妹妹就对她额外优待。她是公司的基层员工，理应先完成她手头上的工作。都散了吧。小孟呀，来我办公室聊几句。哎，小孟，别紧张，来，喝杯茶。谢谢你啊。小孟，你跟你姐关系很差吧？没有啊，我跟我姐关系挺好的。别骗我了，你跟你姐关系好，她来当总裁，你会不知道？我一直都很好奇呀，周淮安为什么让孟景瑶空降来当总裁？你是她妹妹，你们关系再不好，也应该略有耳闻吧？你告诉我，你姐跟周淮安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关系？没有什么特殊关系，还请您不要胡乱揣测我姐和周叔叔。
周叔叔，你叫周淮安，周叔叔。说吧。就算有特殊关系，也不是我姐，是我们全家都和周淮安有特殊关系。我妈妈之前和周叔叔有过一段婚姻，后来离婚了，所以他曾经是我们的继父，仅此而已。还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啊，竟然是一家人。周淮安这样认人为亲，也太不拿我们当回事了。茶喝完了，你可以走了。看来我得去会会这个新总裁了。哈哈，肖总监，这是有事找我，看来是急事，连门都不敲。哎呦呦呦，孟总，关于你和周董的关系，我和各位股东啊已经意外得知了。所以呢？孟总，股东们认为周淮安任人唯亲，让你空降总裁这个职位不符合周氏的利益，为此，股东们决定罢免你。现在啊，你可以收拾东西走人了。这两位是来帮你的。罢免我？就凭周总曾经和我是一家人，有这条法律规定吗？周总啊，我们是私企，不是法庭。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股东对你产生了足够的怀疑和不满。你们早晚也会知道的，我并不意外。孟总看来是认了，那就请吧。且慢，你要罢免我，按照公司章程必须举办股东大会表决。你要罢免我，按照公司章程必须举办股东大会表决，最快也要3天后。周淮安有49%的股份，所以你必须拿到余下全部股东的支持，才能压过他对我的支持。换言之，这3天内我还是公司总裁。孟总，你这就有点不识好歹了。我要是没有十足的把握，会带人来这儿吗？那周总最好祈祷一下，这3天不要被我拿到一票。没事就出去工作吧。那你可就要好好努力了，孟总，否则3日之后，别怪我不留情面。我们走。呸！孟总，我们怎么办啊？让孟玉来我办公室。好。孟总，啊，姐，你找我来是有什么事儿吗？你昨天单独见过肖灿？哦，我是被叫去聊天了，但是你放心，我绝对没有说半点对你不利的事情，绝对没有。我相信你，但是我们的关系以及周淮安和我们家的关系，已经对我造成了影响。肖灿想利用这件事罢免我。姐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不用道歉了。从明天开始，你不用到原部门上班了。姐，你要开除我呀？我知道了，我这就收拾东西去。没人说要开除你。从明天开始，你来当我的秘书，小浩会带你。肖灿既然想跟我玩阴的，那我也没必要在意公司其他人的目光，把你留在身边也好避免其他人利用。哎，那有什么我能做的吗，姐？公司的八卦，特别是那些高管和股东的，你熟悉吗？说说。讲八卦吧，其实我知道的也不太多，就那么几个人。
姐，我说完了。孟总，你是想通过他们的私生活来找突破点？那找到了吗？哎，姐，我说的有用不？4个股东都是萧灿的死党，可谓是无懈可击。看来这几天我是一票也拿不到。这样下去，3天后我还是会被萧灿赶出公司。啊，孟总，这姐，你放心吧，你连老刘都能打赢，更何况区区一个萧灿呢？你再想想，肯定还有别的办法的。孟玉，帮我个忙，你出去之后，要是有同事追问你发生了什么，你要委婉的告诉他，我很慌乱，已经走投无路。哎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包在我身上。去吧。孟总，您是想通过孟玉麻痹萧总监？您这是想到办法了？谈不上办法，只能说赌一赌。小浩，你去找一个私家侦探帮我查个人。孟总，您尽管说，要查哪个股，我一定给你查得干干净净。不查股东，查的是股东老婆。啊，老婆？都半个小时了，这孟静瑶怎么还不来？没脸来了吧？这周淮安也真是病疯了，竟然让他空下来当总裁。是，哎呀，感谢萧总监，要不是萧总监的提点，我们还蒙在鼓里呢。是不，老杨？啊，对，各位稍安勿躁。她一个小姑娘，才刚当上总裁没几天，就被赶下去了，这心里受点打击啊，很正常。咱们这些做大人的，等等她。还是萧总监大气呀！萧总监才是引领我们周氏的人。那可不见得。诸位久等了，股东大会可以开始了。孟总，那我就开门见山了。今天召集各位股东在此，就罢免孟景阳总裁一职进行投票。各位，没有什么异议吧？没有。孟总，我没意见，投票开始吧。好，同意罢免的举手。全票通过。孟景瑶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不是总裁了。可惜呀，你的总裁位置还没坐热呢。要是你前几天乖乖离职的话，我可能还会给你留点体面。但今天，来人，把他带出去，不许他带走公司任何东西。萧总监，你确定股东都来齐了吗？孟静瑶，我之前还对你有几分欣赏，但是没想到你这么垂死挣扎。周氏的股东除了周淮安，就剩下我们5个，清清楚楚，全都在这儿。你不会连这点算术都算不出来吧？赶紧走人，不要继续影响我们周氏的运作。一开始我还是将信将疑，现在我是信了。要不是周淮安跟你家那点关系，你能在这儿当上总裁？之前周氏的股东，除去周淮安，确实只有你们5个人。不过现在不一样了，今天股东大会人不齐，投票结果确实没有效率。孟景瑶，你再怎么胡搅蛮缠，也改变不了。这谁呀？这是？你是谁？敢擅闯我们股东大会？这不是杨总的老婆吗？老杨，你老婆怎么来了？行了，我来替他说吧。今天我来，自然也是来参加股东大会的。现在我也是周氏的股东之一。杨太太也是股东？什么时候的事？这我们怎么不知道啊？老杨，你什么时候给你老婆股份的？给了多少？怎么不告诉我们啊？不是我给的，哎呀，我也没法说。什么没法说？你要坏了我的大事。行了，
吼什么呀？一个大男人一点风度都没有。我来说吧，我的股份不是老杨给的，是我自己通过合理合法的手段拿的。你是周氏的新总裁，最近周哲找我见面，有什么事？我很忙。杨太太这么忙，是在忙着找你老公，我们周氏持股10%的股东杨飞出轨的证据吗？你知道是什么？不用这么紧张，我也没兴趣知道些什么。我找你是想和你谈合作的，只要你答应我，我帮你捉奸在场，诉讼离婚，分割一半财产。而你在拿到杨飞5%的股份后，要帮我在周氏站稳脚跟。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，前天我抓到了，股份我也拿到了。这个东西，事已至此，你们说我有什么用？老杨这话说的不错，事已至此，大家都别废话了。我作为周氏持股5%的股东之一，反对罢免孟静瑶。投票结束，5票赞成，1票反对。很遗憾，肖总监，你还是没能拿到全部的赞成票。换言之，这次对我的罢免不通过。没什么事儿，就散了吧。等一等，肖总监还有事儿？老杨那10%的股票要离婚之后才能分割，他们现在还在走离婚手续，至少要1个月的时间。所以实际上，他老婆并没有周氏的股份，不算周氏的股东，所以他没有投票资格。我说你这大男人，真是一点脸都不要了，净在这胡搅蛮缠。谁胡搅蛮缠了？我说的是实话。对呀，我们肖总监说的这是实话。听到了吧，孟建瑶，你休想得逞。肖总监说的确实有道理啊。不过也正因如此，杨飞的股份现在也不具备唯一性。杨太太无法作为股东投票，杨飞也同样。换言之，你现在依旧凑不齐全部股东的投票。你现在听懂了吗，肖总监？对了，现在轮到你好好努力了，肖总监。你有1个月的时间，在下次股东大会召开前，好好争取到杨太太这一票吧，加油啊！老杨啊，老杨，你群废物！姐，你这招反败为胜真是太绝了。孟总，您的手段跟心计跟您的年纪实在是不相符啊。应该算治疗，这是我第2次重生，总不能像个小孩一样。第2次重生什么意思啊？哈哈，没事，我姐开玩笑的。开个玩笑。小浩，我待会带沐浴出去，你帮我处理一下公司的事情。好。姐，你要带我去哪儿啊？去看望一下周叔叔。好。等忙这次就多来医院看看周叔叔。妈，瑶瑶、小月，你们都来了。瑶瑶，你在周氏工作的怎么样啊？我听小玉说的，说你现在在周氏当总裁了。你大病刚出狱，一定要好好补补身子。哎，待会儿跟妈回家怎么样？妈给你做糖醋排骨，再给你煲一锅汤补补身子。妈，这才一见面就一篓子的活。这不是见你姐高兴吗？你最近经常来看周叔叔啊？怀恩是我们家的恩人，我现在只能来看看他，也做不了什么。你们要是有空的话，也常来看看他，这多点人气儿，说不定他就醒了。
他会醒的。他说过，绝不投降。他不能食言。来，糖醋排骨，哇，吃吃。妈给你夹一块。好吃吗？好吃你就多吃点。哎，姐，你现在周氏站稳脚跟，以后就不怕萧灿使坏了吧？使坏？谁使坏？瑶瑶，你公司要有人欺负你的话，妈去找他去。哎呀，妈，你就别添乱了，这又不是菜市场打架。你要是有这功夫啊，还不如让姐姐多照顾照顾啊。对，哇，我们瑶瑶啊，现在可厉害了。你还好意思让你姐照顾你呢？你姐照顾的还不少啊。倒是你应该争气，别拖你姐后腿，对不对？照顾谈不上，我在周氏的斗争才刚刚开始呢，等着吧，萧灿很快就会有下一步了。孟锦瑶那个黄毛丫头，竟敢骑在我头上！我要让她知道什么叫姜还是老的辣。必须的，萧总，我们都听你的。对，萧总，我们都听你的。所有人，从现在开始，全都出工不出力。我要让周氏瘫痪。我倒要看看周氏业绩下滑，老姚那个前妻好不容易抢来的股份不值钱了，他还会不会那么坚定的支持孟静瑶？孟总，大事不好了，我们的订单全部延期交付了，现在合作商跟疯了一样打电话催我们啊！工厂内工资没有按时发放，工人全都跑来闹了，工人代表就在楼下呢，我们怎么办呀，姐？杨太太，你继续说。孟总，我知道你帮了我大忙，但我离婚拿到股份，为的是持续分红。现在我听说周氏乱成一团，如果你不能解决问题，业绩下滑，导致我的分红减少，恐怕下一次股东大会我很难继续支持你。我理解，都是为了生活嘛。杨太太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为难的。好，孟总，杨太太她要倒戈啊！什么？姐，她怎么能这样呢？要是没有你的话，她连她老公出轨她都抓不住。人心如此，无需苛责。现在需要先想办法解决周氏的问题。姐，有什么我能干的，我可以不吃饭不睡觉，加班加点的干。孟总，我也是。周氏这么大公司，就我们3个人，做到猝死也不可能摆平。这不是破局之计，关键还是在于中层员工身上。我要让他们相信，选择我，比选择萧灿有前途。孟总，你是想收买他们？他们是萧灿的人，收买他们并不容易。况且，买来的忠诚远不如自己亲手提拔的人。你们2个去把这几个人找来，让他们在会议室等我。孟总，你认真的？姐，这几个人我知道，这全都是要被优化的刺儿头啊！你们尽管找来就是了。好。还不来吗？再不来。大家好，我是孟静瑶。想必大家都很困扰，我为什么会找你们来？孟总，你跟肖总监斗得头破血流，全公司上下人谁不知道？你不会是想把我们叫过来，给你站台的吧？我们都是些普通员工，可没这么大个。话糙理不糙，孟总还是年轻了些。居然敢这么跟老板说话，我真是粗口。现在的你们确实没有这么大能量，但如果我给你们一个机会，让你们当各自部门的主管，
孟总，你可不要开这种玩笑，我们可是会当真的。不是玩笑。孟总，你可不要开这种玩笑，我们可是会当真的。不是玩笑。为什么是我们？我们5个可是公司出了名的刺儿头啊！就因为你们是刺头，不合群，不拍上司马屁，不跟肖灿拉帮结派，每天来的最早，走的最晚，工作能力不俗，但每年的晋升资格都会落空。我是来管企业的，不是来当土皇帝的，不需要马屁精。你们有资历、有能力、有性格，我很喜欢。怎么样？要不要帮我管好周氏，整顿好眼下的乱局？你们就是周氏未来新的中流砥柱。得，你别看了，看得我浑身起鸡皮疙瘩。换人我来当。孟总，你现在处于下风，如果我们跟着你干，万一你要是输了，我们全部人都得跟着你一起卷铺盖走。那到时候我们该怎么办？不怎么办？跟我一起发简历找新工作。不是孟总，你还在这开玩笑呢？我没开玩笑，高收益必然伴随着高风险。你们想安安稳稳的，就回到你们的工位上去，继续看肖灿那帮人的脸色，忍受被他们抢走功劳，自己只能拿底薪的日子。这可能是你们这辈子只有一次的机会了，成功率很低，但要不要赌一把，你们自己想。下班之前给我答复。孟总，他们要是怕了肖灿，不敢接，我们怎么办？不怎么办？继续找。周氏这么大公司，总能找出几个有心气儿但被埋没的人才，就是时间上比较紧，最多3天。如果找不出人接手，我们就只能……进来。孟总，我们愿意跟着你干，但有言在先，你必须给我们涨工资，这个月就涨。没问题，工资翻倍，现在就开始干活。干！留下写字江湖，赤着脚抬头漫步，不想问。什么？孟姐要把咱们手下的中层员工全开了，换成了那5个刺头。是啊，肖总监，他这个人事任命太突然，我们连阻止都来不及。别慌，别慌，就那5个刺头而已，能掀起多大的风浪？他把事情闹这么大，如果做不出什么成绩的话，只会被反噬的更加厉害。咱们呀，就等着看戏就行。孟清扬，我倒要看看你这个黄毛丫头能掀起多大的风浪。杨太太缺席了，杨总，不如你来宣读一下这个月的业绩报告吧。周氏这个月的业绩增长20%。小浩，你说吧。孟总，
为了犒劳大家这1月以来的辛苦，特意为大家准备了丰厚的奖金。谢谢孟总。喂，孟总，这个月业绩新高，恭喜你啊！下一次股东大会，我一定会鼎力支持你的。谢谢你的杨太太。不过我想，下一次的股东大会应该开不了了。啊，孟总，哎呀，真是恭喜啊，恭喜恭喜！这种情况下业绩还能增长，周总选人果然是眼光独到啊。那个孟总，还请多多关照。客气了，互相关照。互相关照，互相关照。肖总监呢？他既是股东又是高管，怎么不在？他有事出去了。切，肯定是没脸见我姐，跑到哪儿偷偷藏起来。如果有事倒好，就怕不是什么好事。肖灿，你收了我5个亿的好处，还约好之后要花50个亿购买你在周氏5%的股份，说要把周氏搞黄分拆出售给我。结果周氏现在业绩新高，你敢耍我？赵总，我哪敢耍您呀？是那个空降的总裁，他从中作梗。您再给我点时间，一个月，我一定要周氏破产。3天，办不成，要么还钱，要么去江里喂鱼吧。赵总，我就要3天，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。有屁快放！总监，你让我帮你查孟总，我还真查出点什么东西。原来孟总有个烂赌的老爸，前几年因为偷东西被抓了，今天刚刚出狱，正在找孟总呢。什么？还真是黄金不负有心人啊！机会终于等来了，你马上把他带过来跟我见面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肖总监，这是狗急跳墙吗？别忘了这里还有监控。孟景瑶，你觉得我会蠢到什么准备都不做就敢来这儿吗？肖灿，就算你把监控关了，让我拿不到直接证据，可我还有口供和其他间接证据，最后要查到你头上不难。不难，兄弟们啊，你们说该怎么办？都是我们的，我们相互哈哈，听见了吗？小灿，在公司里斗不过学生流氓做派，有点难看了吧？孟景瑶，你是不是小说看多了？你以为的商战都是那么高大上吗？我告诉你，商战也有抢公章、扯网线、打群架的。我流氓做派怎么了？都是你逼的。我告诉你，今天你要是想站着走出这个停车场，就乖乖的给我辞职。如果我说不呢？先别着急拒绝，给你见个人。孟静瑶，看看他是谁？原来是你，原来是你，你出狱了。看看，老孟，她可是你的亲女儿，对你这么冷漠。她现在出息了，当上了周氏集团的总裁，却对你依然不管不顾。你说是不是该好好教训教训？萧灿，你可真是下作，连他都找来了。我下作？我在周氏苦苦经营了10几年，你一个空降兵，突然把我的项目给我搞黄了，你说我下作？老孟，我给你做主，
你想怎么对付这个不孝女都可以，所有事情我给你扛着。另外，我再给你50万，够你这吃喝这阵子了吧？够义气了吧？瑶瑶，你没死，还治好了病，现在还出息了。当上了周氏的总裁，是周怀安给你铺的路。别装哑巴呀！就是周怀安给你铺的路。老孟，你说是不是该好好教训教训他？否则他都不知道谁是他亲爹了。我操！你这个人渣！今天就让你知道谁是你亲爹！你他妈敢打我！你来干什么？我干他！喂，小豪，快带人来地下车库。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静瑶，别得意啊！给我出来！我是不会放过你的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妈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不是刚出来吗？为什么帮我？我后悔了。为什么？你不是我轻易悔改的人。因为周怀安。周怀安。周怀安。他做了什么？我在里面的时候，他每周都会给我寄一封信。孟大人，到，你的信。一开始谢谢我以为是你们寄给我的，结果发现是周怀安。我以为那个混蛋想嘲笑我，直接撕了，没想到里头掉出了你的照片。从那之后，每一周，周怀安都会给我寄你治疗时候的照片。光是看着，我就能感受到你的痛苦。在里面的每一个晚上，我都在做梦，梦到你在治疗的时候，疼得叫爸爸妈妈。瑶瑶，瑶瑶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以前就是个混蛋，我不配当你的父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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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够了，瑶瑶，你可以原谅我吗？姐，要不然就原谅爸爸，我看他是真心悔过。前世父亲是因为我的死才幡然醒悟。说到底，父亲没有坏透根，只是缺了一个改变的契机。这一世，这个契机变成了周怀安让我活下来。看到了父亲的改变，我好像又欠他一份人情了。我不会原谅你的，我不会原谅你的。小瑶，我已经发生的事情无法改变，
你曾经是一个不称职的父亲，已经发生的事情，我不会原谅。但是，只要你还活着，就有机会弥补，活出个人样来。我和孟玉早晚会对你另眼相看。对，我不该祈求您的原谅。瑶瑶，你放心，我今后一定好好做人，让你跟小玉改变对我的看法。没事吧？没事。萧三被抓，他企图拆分周氏出售给周氏竞争对手的阴谋也流产了。之后，我得到了股东们的一致认可，周氏的运作上了正轨，上下几百名员工的饭碗算是保住了。我兑现了对周淮安的承诺，成功报了恩。今天我带着一家人来看望周淮安，对我们家来说，他是我们的大恩人；对我来说，他……没人啊？走错了吗？不会走错，我今天才刚来过。他不会……护士，这个病床的周淮安呢？周淮安早上去世了，已经被送走了。你们来晚了。周淮安去世了。周淮安去世了。如果你不投降，周淮安食言。瑶瑶，别急啊，肯定有什么地方是搞错了。啊，对，周淮安命硬得很，肯定是搞错了。你说他被送走了，他被送到哪儿去了？这个我就不知道了，这是病人的私事。不过你们要是真想找他的话，我只知道来了一辆加长轿车，好像是往城南的方向去了。你们可以去城南的殡仪馆碰碰运气。瑶瑶，你听，加长轿车往城南方向去了，那不就是淮安的车吗？对，他是有这么一辆。对，这么显眼，肯定能找得到。姐，我们快去找吧。哦，对，我们去找，去找，去找，去找。你看，把孟静瑶气成这个样子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你说你们两个好不容易死里逃生，应该是重逢大团圆的结局，它不香吗？大团圆结局，这可不是我写的剧本。我写的剧本原本是我要死的，只有我死了之后，对孟静瑶来说，才是她成长中最后一道坎儿。我要让孟家永远的心怀愧疚，这是最好的结局。拧巴，你就是太拧巴。你看孟静瑶好不容易克服了重重困难，现在事业有成，家庭和睦，又能够忘记往昔的阴影。哎，你该不会是从来没想过自己能够活下来，现在故意不见他逃避吧？所以你记得我为什么要弃医从生呢？我可不记得啊，你拧巴的事情太多，我记不住。我当医生的时候呀，看惯了人性闹剧，倦了。医生，我女儿怎么样？你女儿情况现在非常紧急，需要立刻做手术。如果不做手术的话，会有性命危险。但如果做手术，存活率不到30%。不治不治，这钱我们花不起。这个手术差不多需要30万。抓紧时间在这里交手术费，孩子快不行了。我认定呢，人性自私，恶意难改。我倦了，不想再看了，才放弃当医生。直到我遇到了孟家，我发现我错了。这个世上除了恶，还有善。有些人的不堪，他就在黑暗里。他那么一道光照进去，
有些事情和有些人，他就会不一样。我就要做那道光。你相信人会重生吗？重生？你是说像小说里那种？那周淮安，那你相信朕是秦始皇吗？我就知道你会不信。要换做以前的我，我也不信。我是用我自己的命换的。上一世在去化工厂打工之前，我就查出了脑瘤晚期。可我没钱治病，为了帮他还债，我每天在流水线上干10几个小时，累到吐血也不停。直到那天，我在他面前累得大口吐血，差点死掉，这才把他吓醒了。但是它确确实实的发生了，因此改变了孟景瑶的命运，改变了孟家的命运，也改变了我的命运。我本不想活下去的，是因为这个不可能，才让我产生了动摇，决定去试一试。现在的孟景瑶已经不再需要我了，周氏可以全权委托给他，孟家人也已经焕然新生，这不就是奇迹吗？如果是这样，你就更不应该改他说你们死。你们两个就是缔造这个奇迹的战友。他是这个奇迹的缔造者，而我只是那个推手。只是我侥幸的活了下来，是老天给我的这个启示。我觉得是让我向他学习，像他一样努力，去寻找人生新的意义。我听明白了，你是铁了心要这么做。行，如果孟景瑶找到我，我就告诉他我已经把你给火化了，然后装一盆面粉放到骨灰盒里面，让他在家里供着。如果孟景瑶要怪，那就怪是老天给他安排的剧本了。哎，买个好点的面粉啊，要防腐，我怕发霉。想什么呢？唉，这都1周了，还是没找到周叔叔，怎么办呀？人都死了，怎么可能找到？小的事儿。瑶刚休息，医生说了，他是累到了，要多休息。谢谢，骗子！啊，我看姐姐不是累倒的，是接受不了周叔死了的消息。这个是心病，等姐姐醒了，还是得接受现实。现在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哎，你说这周淮安怎么就好人不长命啊？哎，宋医生，你怎么来了？快进来。我就不进去了，马上要去机场，临时决定过来看看。哦，我听说孟静瑶病了。等她醒了，带她到周家看看。我先走了，再见。哎，宋医生，那我不送了啊。快带我去周家！小浩，怎么是你？孟总，我也是奉命行事。宋医生说让我在这等你。他有吩咐你别的什么？没有了，他说我只负责开门，剩下的事情就看你自己了。
有希望在闪烁。孟建友，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就知道宋玉他要输给我5万块钱了。我跟他打了赌，他肯定会心软，告诉你我还活着。这5万块钱他会转到你的账上，如果没有收到，记得找他要。重新活过来的感觉好奇怪，看着那些曾经无比熟悉的人事物都感到陌生。你说你上一世已经经历了生死，如今大病痊愈，算是重活3世。我真的好奇，你看世界的时候是什么感觉？我忍不住想起你刚住进来的时候，坐在凳子上晒太阳。我不敢想象，这么年轻的你，竟然在平静地等待着第3次死亡。这种平静，如今依旧令我深感震撼，也因此我才意识到，发生在你身上的生命奇迹，不应该就此终结。这或许就是我新生的意义。我要去帮助更多像你一样的人，传播这个奇迹，让希望之火点燃每一个昏暗的角落。对不起。好好的活下去。如果有一天所有的黑暗都被照亮，在最炽热耀眼的地方，我们一定会重逢。破碎的水朵，无处可闪躲，曾藏起脆弱，手却被紧握。天边的烟火，有希望在闪烁。姐，周叔叔是不是没死啊？瑶瑶，那我们还去找他吗？不找了，总有一天我们会重逢的。那得什么时候啊？我什么都不知道啊。妈，我想吃糖醋排骨。行，走，那咱们现在就回家。回家。最后，让我们欢迎年度企业家、年度慈善家登场。睁开眼睛，迷失的过去，曾有过至暗时刻，孤独降临，跌入深海里。我回首身后，有你陪着我前行。战斗吧，骨血刻入荆棘，心未坚，劈开了绝境。重逢吧，和你并肩而行，这一句让生命瑰丽。少年人留下倔强背影，相信永远总会过去。绝不投降。